自从连续加班1周，在工位上光荣晕倒后，我就绑定了一个真话系统。只要别人问我，我这张嘴会不受控制的说真话。为了避免这个真话系统乱说话，我得一直小心翼翼的闭着嘴，能不说话就不说话。微微呀，这个 PPT 我都熬了好几天了，实在是一点思绪都没有。我不想说话呀，你为什么要来找我呀？下午开会就要用了，你最厉害了，能不能帮帮我啊？拜托拜托！完了，这真话系统不会说什么奇怪的话吧？你摸鱼摸了3天，昨晚追剧追到凌晨3点，现在让我给你擦屁股，没门！真话系统，你害人不浅呐！周思怡绝对恨死我了。夏新薇，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你不知道同事之间要互相帮助的吗？你要是心疼他的话，你可以替他做啊，我举双手双脚赞成。死嘴！你快别说了！你给我滚回去写那个城西策划案，今晚写不出来，不许下班。破系统，真能替我得罪人。张姐，您消消气。哦，对了，最近换季干燥，我特地给你买了海之谜套装，您试试。思怡啊，你有心了，不像某些人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眼里根本就没我这个上司。爱怎么样阴阳怪气都行，但千万不要问我话。微微啊，你说这个海之谜的套装好用吗？姐姐，我都特地走开了，你为什么还要来招惹我呢？海之谜是挺好用的，但是这个套盒是周思怡花59.9在拼夕夕上买的，不用假货，所以不知道好不好用。死嘴，你又闯祸了！夏新薇，你一个月才挣几个钱？你买得起海之谜吗？你分得清真假吗？5000块钱工资怎么了？难道我没有脑子吗？这个套盒上有2维码，一查验便知了，智商在线的人都会操作。完了，人家送真送假关我屁事啊！这一下得罪了2个人，以后日子难过了。没事的，张姐，你扫吧，我相信清者自清。思怡啊，我相信你，你这么好的孩子怎么会送假货呢？夏新薇，你是不是嫉妒思怡，故意诬陷她？嫉妒他什么？嫉妒他业务能力一塌糊涂，只能靠巴结上司上位了。张姐，你不会说话就闭嘴。思怡不哭了，不跟他一般见识。我也不想说这些的，是你们非要问我的。夏新薇，等会儿公司开周例会，你跟我一块儿过去，长长见识。不对劲，这次周例会绝对是个坑。最近有一位美食网红在网上吐槽我司旗下的餐厅定价过高，性价比低，引发了一些讨论。这种议会应该轮不到我一个小卡拉米发言，只要不说话，就一定不会出错。关于网上的舆情，大家怎么看？林总，关于这个问题，微微昨天晚上才跟我讨论过，她有很不错的想法，不如让她说说。啊，
我昨天什么时候跟你聊过？梦里吗？这位同事，你说说看。全公司的高管都没什么想法，我能有什么想法？我也不是公关啊。我认为这件事情处理的核心在于真诚二字，逃避和删帖只会引起消费者们的反感。这真话系统居然认真打起来了。首先，启动公关黄金24小时的响应机制，一定要把舆论往正确的方向引导。可以买一些营销号和水军，说一些比较有利于我们的话题。最后，要建立长期的舆情监管机制。以上就是我对最近网上舆情的看法，谢谢。难道我说的有什么问题吗？怎么都不说话啊？说得好，非常完美。看来这个真话系统不只是让我说出我心里的实话，他说的是客观事实，哪怕这些真实的信息，我本人根本就不知道。那我岂不是等于有了个超级智库？微微啊，你想升职，想讨好领导，我都能理解。但是你今天在会上那样子说，你让高管的面子给哪儿放呀？你回答的那么完美，是不是用 AI 做答案了呀？这颠倒黑白的本事真是绝了！要不是我那张嘴真气，现在我很可能就被总裁骂得狗血淋头，甚至卷铺盖走人了。太有理了！刚刚不是你在会上主动推荐我发言的吗？说起来我还没谢谢你呢。不过到底是谁用了 AI， 你心里没数吗？要不要我把你手机里用 AI 写的发言稿念一遍？可以，我这嘴现在战斗力十足啊，怼死这个绿茶怪！你怎么知道的？夏新薇，你是不是偷看自己手机了？你可真不要脸！赵小慧，说起来看手机，全公司谁比得过你啊？全办公室所有男生的手机锁屏密码你都知道，你最喜欢看设计部李岩手机里的腹肌照。上周三午休，你还把其中一张偷偷发给了你自己。太变态了吧！夏新薇是怎么知道这些的？李岩，你快检查一下你的相册。你胡说！你跟他计较什么？一个 loser 而已。你看看他，来公司3年了，工资涨过1分没有？自己没什么本事啊，就只会造谣重伤别人，发泄怨气。夏新薇，别在这里装疯卖傻的，你什么实力？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3年了，连个组长都混不上，真是个废。我的实力我当然有数，而且我对别人的实力也非常有数。就比如你，王宁，努力爬上了总监的床，终于当上了组长。这可是年度级别的惊天大话呀！努力爬上了总监的床，终于当上了组长。真的假的？天呀，总监又丑又老，这他怎么忍得了？真话系统，你连这种八卦都知道啊？你血口喷人！我有没有血口喷人，你心里清楚。娘娘，
刚才嘴上是爽，可这不分场合的口无遮拦，简直是在自掘坟墓。周四姨他们不过是小鱼小虾，但冯总监可是出了名的睚眦必报。今天这件事情要是传到他的耳朵里，我怕是离被开除不远了。夏西薇，你知道我叫你来什么意思吗？知道，我在食堂把你和王宁的事情说出来了，你很生气。死嘴！我还没组织好委婉求饶的说辞呢，你怎么就开说了呀？你既然知道，还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胡说八道，你是不是不想干了？太好了，就算辞退 N+1的赔偿金，麻烦现在起立下，检测。你，好，你立马收拾东西，给我滚！坏消息，被辞退了。好消息，拿到了 N+1赔偿。事已至此，只能重新找工作了。夏小姐您好，请问您对我们公司有多少了解？贵公司对外宣传团队规模300人，其中实际在岗人数53人，缴纳社保人数为0。死罪怎么又开始了？停下来啊！公司单休，所有员工都在做责任，没有加班费。老板丁总今年55岁，喜欢在办公室对女下属动手动脚，其中包括前台倩倩以及夏小姐，今天的面试到此结束吧。行吧，反正嘴巴说完这些，这破公司我也不想去了。我们是创业公司，你能接受加班吗？不接受，怕猝死。贵公司去年一共猝死了4名员工，全都是因为连续加班超过2周导致。你对上家公司的评价是？废物集合体。如果你和上司相处不愉快，你会怎么处理？当面好，背地去他。为什么现在的面试官总是喜欢问些别人说假话的问题啊？难道现在公司招人考察的是撒谎能力吗？哼！好帅呀！这是谁啊？金圈太子爷顾思业，此次低调抵达南城，是为了来跟恒泰集团谈项目。既然正常的面试走不通，那我可以毛遂自荐啊！这可能是我唯一的就业机会了，豁出去！顾总，我是来应聘你助理的。顾总，我是来应聘你助理的，我能帮你。我不需要助理。顾总，你问我3个问题，但凡有一个答错了，任命处置。什么问题都可以。好，那第一个问题，你接近我的目的是什么？找工作。谁派你来的？我自己来的，我看了财经新闻，知道您要来。顾总，你能不能问一点有含金量的问题啊？我什么都知道。哪来的疯子？你知道不知道你这几分钟耽误了我多大的事儿？来了，终于问到点子上了。我知道您的大事是恒泰集团的空间轨道项目，但是那个项目根本不像他们宣传的那么成熟，他们只是想骗你的钱完成 B 轮融资。他们的项目总工程师上个月就离职了，你现在上去就是等着被宰的冤大头。我不知道啊，没说过，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他。你是怎么知道这些？顾总，只要你问，我什么都知道，而且都是真的。那你告诉我，我现在在想什么？
那你告诉我，我现在在想什么？你在想，到底是谁泄露了你的行踪和计划？是公司的那几个老狐狸，还是恒泰的人自导自演？你还在想，我是不是他们故意派来干扰你判断的一颗棋子？有意思。顾总，你还可以继续问，我什么都知道。黑豹，在。给恒泰的郭总说一声，我晚半个小时上。是。上车。知道。这位小姐，你叫夏欣薇。好。那夏小姐，既然你什么都知道，那我就测试一下，你左边的这个男生他叫什么？今年多大了？陆和明，今年31岁。厉害啊，这话系统还真是什么都知道。内部都用代号，除了顾总，根本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啊。那他孩子多大了？他还没有结婚。这都知道？昨天晚上他在哪儿？星宇酒吧。喝了几杯？1杯没喝。他一直守在你的身边，保护你的安全。全答对了，他居然全都答对了。说说吧，空间轨道项目怎么回事？来了，决定我命运的时刻来了。立项初期，他们本来是想好好做的，可惜3个月前资金链突然断裂了，他们没钱继续烧了。项目总工程师陈淼想要继续做下去，跟公司高层起了冲突，上个月办理了离职。可是这个项目已经投资了3000万进去，他们现在想要废物利用，好好包装一下，骗你入局，以便完成 B 轮融资。他们怎么敢？那他们项目的主要工程师都有谁？总工程师陈淼，安全工程师王烨，结构系统主任工程师周磊。去了新西兰度假，昨天刚到皇后镇。黑豹，立刻去皇后镇把程淼请回来，这笔钱我不投了，咱们自己做。是。叶晓，在。通知恒泰的郭总，今天的会取消了。还有，让公司的战略部门把恒泰的股票全部收购，我要让恒泰下个月醒。是。顾总，他知道的太多了。他们眉来眼去的，是什么意思啊？那个顾总，我夏新伟，他是要问我什么问题吗？死嘴，可千万不能乱说话呀！这是我唯一的就业机会，可千万不能搞砸啦！你知道这么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当然是意味着我潜力无限，未来可期，是您最需要的人才啊！死嘴，等会儿一定要这么说。你捂嘴做什么？意味着我总是说大实话，容易找不到工作。完了，我说的是什么玩意儿啊？那你愿意为我工作？好，那就从助理开始，月薪15万。15万！谢谢郭总，我一定会好好干的。天生我材必有用，我终于找到工作了。顾总，
我在皇后镇确实找到了程淼，而且根据您之前的吩咐，跟他谈好了条件。他在得知资金、场地、设备会全部一步到位之后，就立马同意了加入我们顾氏集团。很好。那原来团队里的其他核心工程师呢？这程淼一来，其他的核心工程师也纷纷表示要加入我司，给恒泰递了辞呈。现在整个空间轨道项目组几乎原班不动的搭了过来。进。顾总，我有大事要汇报。今早恒泰股价暴跌，我按照您的吩咐趁机收购，现在恒泰已经彻底成为顾氏旗下的子公司了。这行动能力也太强了吧！这就收购一个大公司啦？很好，你们干的都非常不错，尤其是你，提供的信息非常准确，让所有的事情都事半功倍。这是我应该做的。它里面有500万，就当是给你的奖金。500万，这么多钱，都可以直接在南城买一套大别墅了。区区500万，至于吗？顾总，您是金圈太子爷，当然没感觉了。我以前一个月工资才5000，要是要攒够这500万的话，要不吃不喝83年才能赚到。顾思月，姐，你怎么来？这是顾总的姐姐，好强大的气场。我来当然是有重要的事儿。选一个相亲。顾总，您和这些男的谁是？你没搞错吧？我一个男的，我相什么亲呢？你们都想哪儿去了？我的意思是，你帮我选一个，我去相亲。想死我了！不过话说回来，姐，你怎么想着相亲了？家里急了呗。哎，你别废话，你快帮我看看，这几个你应该都认识。认识是认识。这个，这个是萧家二少，唐氏集团总裁，陆家大公子，魏家公子。不过我只是在商场里面跟他们打过交道，不熟啊。你知道的，我看男人眼光向来不准。你是男人，肯定更懂男人，你就帮我看看吧。谢伟，你来。我那我试试吧。光看照片什么也看不出来呀，只能靠真话系统。系统，这4个男人哪个最适合顾小姐呀？顾小姐最倾向于这位萧家二少，因为长得最帅。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可惜他是个海王，私生活混乱，一共有3个女朋友和2个私生子。这不会吧？不信的话，你可以查一查，他3个女朋友的电话分别是1474738、1888396、1098092。这你都知道？这真的假的？弟弟，3个人打电话问问。哦，
喂，哦，请问您是肖二少的女朋友吗？我想联系他。你在说什么？我才不是什么肖二少的女朋友。我才不是什么肖二少的女朋友。这怎么可能？难道真话系统失灵了？顾思也不会因此质疑我的能力，将我辞退吧？我就说嘛，他怎么有这么大本事，知道这些信息？我可是肖二少的亲亲老婆，以后不要叫错了。不过肖二少不在我这里，你再想别的办法联系他吧。这居然是真的！还好，真话系统没有失灵。还是有点不信呢。还有2个电话，继续打。对，我是肖二少的女朋友。我是肖二少的女朋友，亲爱的，你朋友找你。姐，这个肖二少啊，确定是个海王无疑了。哎，小夏，你真是太厉害了！你快帮我看看另外3个男人怎么样啊？这个唐氏集团的总裁会对你最好，但全是装的。他公司的资金链全断了，需要你的钱救急。这个陆家大少私底下给女主播打赏了1000多万，太败家。这个魏家的公子哥值得交往，人品好，性格也好。谢了，小夏，我这就派人去调查一下。哦，对了，妈除了给我安排相亲对象，也给你安排了2个，你也让小夏帮你看看吧。我不看，我目前以事业为主，对这个谈婚论嫁不感兴趣。还有，要是结婚的话，也是你先嫁人，我再结婚，跟妈就别操心了。顾总真是个热爱事业的好领导啊！小夏，你太神了！这几个人果然都有问题，只有盛世，就是那个魏家公子对我最好了。我给你转100万辛苦费，拿着随便花。银行到账100万元。这就到手100万，这次真是赚大发了。你这钱也太好赚了吧！嘴皮子一碰，钱就到手，不像是我，还得辛辛苦苦挣钱。那当然，这叫天赋，你羡慕不来。小弟，你运气真好，这丫头啊是个人才。工资翻倍，从我零花钱里出。听到了吗？好好干。谢谢顾总，顾大小姐。我要出门约会了，挂了啊，拜拜。拜拜。月薪15万，翻倍就是30万，1年就是360万。夏小薇，你从我这挣这么多钱，一句谢谢就完了。这个送给你，算不算有诚意？哇，这可是我找了好久的绝版古籍啊！哎，你怎么知道我想要这个？我知道你喜欢什么礼物，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难度吧。这本古籍本来打算下周你生日的时候送给你作为生日礼物的，不过既然你现在就要我表现诚意，那我只好现在就送给你。死罪，怎么什么都说出来了呀？这样我还怎么在顾总生日给他惊喜啊？你呀，居然还知道送我生日礼物，确实挺用心。
这本书应该找了很久吧？是挺不容易的，不过确实不容易。收藏这本书的老头隐居在山林里，我翻了好几座山才找到他，并且帮他做完了所有的家务，他才愿意把这本书卖给我。死嘴！你能不能委婉一点啊？你这样好像在邀功哎。你居然还挺诚实，这一点我很欣赏。不过你现在就送我生日礼物，那我生日那天你打算送我什么？到时候再送你一份更大的礼物。好，那我拭目以待。这嘴怎么乱说话？所以我还要送他什么大礼呀？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小莹，又要跟盛世约会啊？是啊，妈。小莹，我不是让你把冯家和徐家千金小姐的照片给小叶了吗？他选的谁呀？弟弟他谁也没选。哦，他说暂时以事业为主，还把照片给撕了。什么？照片给撕了？这不是胡闹吗？多大年龄了，自己的婚事一点都不操心。看来我得想想办法才行。对了，下周是小叶的生日，到时候呀，我办个生日宴，把冯家小姐、徐家千金都给他们叫来，让他们见上一面，到时候肯定行。你说，薇姐，你刚刚不是说要去约会吗？怎么又给我打电话了？弟弟，大事不妙了！妈说你下周生日，她给你办生日宴，还要把之前给你安排的2个相亲对象叫来，让你们见上一见。什么？姐，那我能不能不去这个生日宴？这可由不得你，你要敢不回去，妈肯定1哭2闹3上吊，逼得你不得不回去。哦。怎么啦，顾总？发生什么事了？你怎么一筹莫展的？我妈要让我去见相亲对象，但如果我有对象，那是不是就能断了她这个念想了？顾总，嘀咕什么呢？没事。夏新伟，你下一周陪我去一趟顾家老宅，陪我去参加我的生日。啊？还有这种工作？那是当然。你没事吧？没事。等会儿做我女朋友，装像点，不然我扣你工资。装像点，不然我扣你工资。真话系统，听见了吗？等会儿老实点，别乱说话，不然我会被扣工资的。小叶，这位是啊，我女朋友。女朋友？
以前我怎么没听你提起过啊？啊，我们两个才刚交往没多久，想来这次正好家里给我举办生日宴，就带他回来见见各位家长。伯母好，我叫夏欣薇。啊，你好，你好。小叶，外边风大，带夏小姐进屋坐吧。幸好顾伯母没问我问题，不然我可控制不住正话系统。小杨，你不是说小易他事业为重，不谈婚论嫁吗？怎么现在女朋友都出来了？这我也不知道啊。弟弟肯定是为了应付老妈安排的2个相亲对象，强迫小夏假扮的女朋友了。不过，他们真能蒙混过关吗？你想吃什么，随便拿。不想的话，我喂你也可以。顾总也太会演戏了吧，我差点都要相信了。那位夏小姐居然能成为顾总的女朋友，真是三生有幸啊！她这么普通，顾总是怎么看上她的？看不上她也轮不到你呀、那边还有徐家的千金徐央和冯家的千金冯佳慧都在等着和顾总相亲呢。顾夫人不是今天邀请我们2个来给顾总相亲吗？顾总这怎么突然冒出来个女朋友啊？不行，我得去问清楚。谁知道哪儿冒出来的这种阿猫阿狗，怎么配得上顾总啊？喂，你真的是顾总的女朋友啊？我说你有没有一点自知之明啊？你这全身上下哪一点配得上顾总啊？这人怎么上来就问我问题啊？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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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话系统，你可千万要憋住啊！冯小姐是吧？欣薇确实是我女朋友，而且我们很相爱，我没觉得她哪里配不上我，还请冯小姐慎言。顾总，你不跟我在一起，你一定会后悔的。我不，我不，忍住啊！不要说。欣薇，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还问？我都要憋不住了，一堆真话都要冲出嘴巴了。那你捂嘴干什么？你要是不舒服，你跟我说呀。顾总，我没有不舒服，只是有些真话不吐不快。这位冯小姐，我的确不是顾总的女朋友，我是他的助理，是为了来帮他相亲来演戏。居然是演戏！我就说嘛，顾总跟那个夏小姐怎么看都不像一对儿的。什么？演戏？小叶，这可是你的终身大事，关系到我们顾家的未来，你怎么能让你的助理扮演女朋友来欺骗我呢？你怎么能让你的助理扮演女朋友来欺骗我呢？小夏也太耿直了，弟弟你惨了。我就说他怎么土里土气的，原来就是个小助理呀！啊，我看就是你这个小助理想勾引顾总，所以故意想出来的馊主意，对吧？我土气怎么了？也好过你全身都是假货强。脸是假的，鼻子是假的，双眼皮是假的，连胸都是假的，都是假货。难怪这么不自然呢。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信不信我告你大人？我信，但你告我也没用，毕竟在事实面前，法院会证明我没有。
死嘴，别说了，这里的人我一个都惹不起啊！你是想害死我吗？你给我闭嘴！冯小姐，这里是顾家，你要做什么？你给我闭嘴！冯小姐，这里是顾家，你要做什么？顾总，他都出卖你了，你还这么维护他？他说的是实话，而且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情，还轮不着你来多嘴。好，看在顾家的面子上，我今天可以不跟这个胡说八道的贱人计较。但是顾夫人，今天是你邀请我来和顾总见面的，结果你就整这么一出，这就是你顾家的待客之道吗？佳慧，你别生气，这小易呢，找人带的女朋友是他有错在先。小易，还不赶紧带佳慧到那边坐聊聊天，道个歉。我一会儿再找你算账。冯小姐，这边请。现在有顾四爷护着你，但总有他护不住你的时候。站住，围起来！你们是什么人？你们要对我做什么？你猜？你们是冯家慧派来报复，居然是那个冯家慧！真话系统，你害人不浅呐！还真被你给猜出来了，你也不算太笨嘛。那你可要配合好了，等会儿不要大叫，我们只要打你一顿，给冯小姐录个视频，就大功告成了。哎，别！你们能不能别打我？我怕疼。我可以现在就去跟冯小姐道歉，求求你们了，饶过我吧。道歉要是有用的话，那花钱找我们过来干什么？你俩去摁住他，你俩给他扇巴掌，我来给他录视频。冯小姐给你们多少钱？给你们双倍，双倍。那可是冯家大小姐，你真以为你给我们点钱，你就能收买我们了吗？等等，你们不觉得拿一样的钱，你们负责打人，他负责录像，很不公平吗？论起罪来，你们是故意伤害，他顶多是个从犯。你这是挑拨离间，你俩别听他的。可他说的不无道理呀。那你觉得怎样才公平？总要有人负责录像，有人负责打人吧？而且我们的钱都是均分的。谁说你们是均分的？真话系统，你终于要支棱起来了吗？多说，快说！张小果、陈萍萍，你们是文红找来对付我的人吧？你怎么会知道我们的名字？对呀，我们都是王红找来的。他说冯小姐给了我们3万，我们一人1万，一起报复你。3万，你们都被他骗了。冯家慧一共给了他50万，才给你们一人1万，还让你们干这种打人的脏活。50万？什么50万？人家冯大小姐就给了我3万，我没见50万。你怎么知道冯小姐给了她50万？你们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你们只需要拿到王红的手机，一看转账记录便一清二楚。他这明显就是为了挑拨咱们之间的关系。你俩别信他的。你这么心虚做什么？是不是被我说中了，不敢把手机拿给他们看？对呀，给我们看看你的转账记录。不是，手机是我的隐私。哎，冯小姐真给他转了50万，
找你俺帮忙，俺这1万块钱也拿不着。好，我这1万不要了，你那48万也别想要。就是，王红，你个贱人！总算躲过一劫。顾总，听说你很懂酒啊？我呢，今天特意带了一瓶珍藏了好久的低筋酒庄1787过来，想和你一起品鉴一下。那冯小姐有心了。那顾总稍等片刻。星薇去哪儿了？只有顾思业这种身份尊贵、长得又帅的男人才配得上我。虽然他没有谈婚论嫁的打算，但只要我们生米煮成熟饭，顾家一定会要求他娶我。那我顾太太的身份不就坐实了？来，顾总尝尝。香气馥郁浓厚，层层递进。入口顺滑甘甜，风味独特，不错，是好酒。顾总喜欢就好。我们家呢还有一瓶马桑德拉1775，下次呀也带过来给顾总尝尝。是酒喝多了吗？怎么感觉有点晕乎？顾总，你怎么了？脸怎么这么红啊？冯小姐，可能是我不胜酒力，有些失眠。顾总，要不我扶您回去休息吧？不用。哎，顾总呢？去哪儿啦？顾思业被冯家慧下药带走了。如果你不现在去找他，顾思业就会人财两空，而冯家慧也会坐上顾太太的位置。什么？在顾家给顾总下药？冯家慧，你是这个啊？不对，如果冯家慧坐上了顾太太的位置，那我的工作就不保了。真不枉我费尽心思都想得到你。不过，生米煮成熟饭之前，还是得先去洗个澡。宝贝儿，我去就回，你在这儿乖乖等我回来哦。门锁上了，怎么办？顾总不会被冯家慧得手了吧？还没得手，冯家慧有轻微洁癖，去洗澡了。那我要怎么打开这扇门啊？隔壁的房间有全屋的钥匙，包括这间房间的。
顾总，顾总，你快醒醒啊！顾总，顾总，顾总，你终于醒了。顾总，快跟我走，冯家辉马上要洗完澡出来了。顾思夜呢？紧赶慢赶，总算赶上了。顾总，你还清清白白的，真是太好了。我现在就去倒杯水，让你缓缓。顾总，你要干什么？夏雪薇，你不是说你要假扮我的女朋友吗？怎么现在你真退缩了？因为别人问我问题，我没有办法说假话，只能说真话。而且我没有答应要陪你演戏，是你逼迫我的。好，那我再问你，你说你要在我生日宴会上送我一份大礼，这大礼呢？这份大礼就是我。现在你被冯家慧下药了，我刚好可以给你充当解药。什么？真话系统，你疯了吗？这种话你都说得出口？顾总，我刚刚开玩笑呢，你别当真。我这就是给你找真正的解药。该死的真话系统，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为什么要把自己作为大礼送给顾思夜？因为你喜欢他，这不正好吗？真话系统，这话可不行乱说呀，万一被别人发现我对他有非分之想，我的饭碗就不保。真话系统，你快告诉我，给顾总解毒的解药在哪里啊？我这就去找。这毒不用解，只要过2个小时就会自行消退，且无副作用。啊，那还好，只要让顾总在房间里待上2个小时就好了。不过，生日大礼的事情怎么解决？中华系统，这是你说的话，你得负责。顾宅外有辆白色的汽车，里面的监控刚好透过窗户玻璃拍到了冯家慧给顾总的酒下药的一幕。你只需要拿到这段监控录像送给顾总，他自然会好好利用。是这辆白色的车吗？没错，就是这辆车。你在我车旁边鬼鬼祟祟做什么？我想拿到你车内的监控录像。啊，这不是顾总的另一位相亲对象吗？你是假扮顾总女朋友的那个助理，好像叫徐小姐你好，我叫夏欣薇。夏小姐，你为什么想要我车内的监控视频？因为你车内的监控录像拍到了冯家慧给顾总下药的一幕，而我刚好需要这段视频送给顾总作为生日礼物。你这人还挺诚实的，一问你就什么都说出来了。你以为我想的吗？还不是都怪可恶的真话系统。你就不怕我和冯家慧一起对付你吗？不怕，因为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你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好姑娘，你跟冯家慧不一样。而冯家慧如果没有跟顾总联姻，不是对你跟徐家都有好处吗？你还挺能说会道的，那你说说看，我为什么要将监控视频这份大礼
让给你，送给顾总，我大可以自己送给他，没准还能促成我和顾家的联姻呢。对啊，他自己可以送啊，这个怎么办？因为你已经心有所属，你根本就不喜欢顾总，而你今天来也只是为了应付家里，所以你不会将视频亲自送给顾总。原来徐小姐心有所属，看来要拿到监控视频很有下。你怎么知道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我不仅知道，还知道你喜欢的人是一个大学教授，很有才华，但家境不好，生病的爸，没有工作的妈，年幼的弟弟妹妹都指望着可怜的他。而这样一个穷小子，你们家是不会允许你跟他在一起的，所以你也很纠结，到底要不要继续这段感情。连这你都知道？你查过我？这段地下恋情你隐藏得很好，连徐家这样的大家族都察觉不出来，何况我一个小小的助理呢？但我就是知道。千金大小姐和穷小子的地下恋，刺激！蒸发系统，再多说点。看来你还挺有能耐的，难怪顾总会把你留在身边，让你一个平平无奇的人成为他的助理。我平平无奇？好吧，要是没有蒸发系统，我确实平平无奇，甚至一辈子都不可能接触到顾总。那你说说看吧，看你能帮到我什么。如果我觉得你的点子确实有用，我可以把监控录像给你。其实你喜欢的穷小子并非穷小子命，而是江城欧阳家的真少。啊？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欧阳家可是江城第一世家，你说周青是他们家走丢的少爷？虽然很匪夷所思，但蒸发系统就没出错过。只要徐小姐喜欢的人认亲成功，徐家肯定就不会阻挠他们在一起了。我说的当然是真的，如果你不信的话，大可以收买欧阳家的佣人，取到欧阳老爷子的头发做 DNA， 一验便知。你真的没有在忽悠我？我可以向你发誓，如有不实，天打雷劈，不得好死。不是，你真发誓啊？还咒得这么狠？我暂且信你一回。派人去江城欧阳家，想办法拿到欧阳家老爷子的头发去做亲子鉴定。我可以把监控录像给你，但如果我发现你说的全是胡话，我会让你知道欺骗我的后果。是，徐小姐你放心，我说的错不了。顾总，我来给你送大礼了。你干嘛？这就是你的生日大礼，里面的监控视频是冯家辉给你下药的全部过程。怎么看？还真如蒸发系统所说，顾总的毒自行缓解了。夏新薇，你盯着往哪看呢？胸肌。蒸发系统，不该你回答的问题，不要乱回答呀。我看你胸肌练得挺好的，好奇你在哪儿练的。好奇啊？那行，
那下次我锻炼的时候，我就把你带上，你给我当陪，怎么样？锻炼什么的，还是别叫我了吧。夏启伟，这份大礼呢，我还算满意。再加上你把我从冯佳慧的手上救下来，也算是对我有恩。所以呢，你今天戳破假扮我女朋友的事情，我就不追究了。那是不是就不用扣工资啦？嗯，谢谢顾总。不扣工资就这么高兴啊？真是个小菜。你是干什么吃的？你带了2个帮手，连一个小助理都收拾不了吗？对不起，冯小姐，都是我无能，我可以把钱退还给你。我在乎的是这点钱吗？我是咽不下这口气。算了算了，你给我去调查清楚，到底是谁坏了我的好事，把我床上的顾思夜给我弄走了。这我知道，都是那个夏新薇。什么？怎么又是他呀？喂，爸，怎么了？丫头，你怎么这么能闯祸呢？居然给顾家的少爷下药，还被人拍下了证据，你是要毁了我们冯家吗？顾思夜，你以后就别再想了。顾家说了，你要再敢纠缠，就把你下药的证据公之于众。什么情况？爸，你给我去调查清楚，到底是谁拍下了我下药的证据？是谁拍了我不知道，但是证据是夏新薇给的，顾总。什么？夏新薇，我跟你不共戴天！夏新伟，你上次找到的那个视频录像很有用，我妈看了那条视频以后啊，答应我暂时不给我安排相亲了。能为顾总排忧解难，是我的荣幸。顾总，来大事了！江城欧阳家刚派人来，是要跟顾氏集团谈谈有关新能源项目的合作。江城欧阳家，哎，他们家不是一直都做外贸生意的吗？几乎不怎么跟国内的企业合作，这次怎么想着跟顾氏集团谈合作？江城欧阳家，难道说？喂，徐小姐，收到江城欧阳家想跟顾家合作的消息了吗？收到了，徐小姐。这件事难道跟徐小姐您有关？小夏，周庆居然真的是欧阳海走丢了25年的孩子，他已经认祖归宗了，回了欧阳家。徐家也接受了我和他在一起的事，我们马上要结婚了。恭喜你啊，徐小姐，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也是多亏了你告诉我，周青是欧阳家走丢孩子这件事。欧阳家为了感谢让他们父子团聚，又知道顾氏集团一直想进军新能源产业，所以打算跟顾氏集团达成合作。切，顾氏又不是我的，要感谢我，怎么不给我实质性的谢礼？那我就替夏新薇谢谢徐小姐还有欧阳先生了。怎么了？欧阳先生要感谢你，没有给你好处你不开心？没有给你好处你不开心？怎么会？对啊，他们要谢谢我，怎么不给些实质性的谢礼？你死嘴，瞎说什么大实话？你这种耿直的性格呀，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不过徐小姐这么做其实是在帮你揽功，她怕因为我生日宴的事儿把你给开除。
原来是因为这个。等这次的合作谈成了，奖金少不了你的。上次是500万的奖金，这一次的项目大概也就有个1000万级别的奖金。1000万奖金！喂，小夏，我还没说完呢，怎么突然把我电话挂了？是顾总挂断的。行了，跟他出去聊，我跟叶宵谈点事。这喂，徐小姐，还有什么事吗？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别叫徐小姐这么见外，叫我阿央就好。我最近正在为新公司的方案头疼，我把资料发你，帮我看看。你觉得这2个新项目哪个能成？第二个项目看似回报率高，但是后期合作的供应商有以次充好、偷换材料的前科，而且合同里面有几个条款也容易让他们钻空子，不出半年项目就会烂。好，我听你的，选第1个。小夏，神了！第1个方案进展顺利的不可思议，你真是福星。小夏，你别在顾思业那屈才了，来我这儿干怎么样？他给你多少，我给你双倍。徐小姐，我的人你也敢挖？这事儿免谈。哼，你个小财奴，给点钱你就想嘚瑟？不是，我没有，我还没来得及拒绝呢。可是这么多钱对于我们打工人来说真的很有吸引力啊。死嘴，又暴露我。顾氏跟欧阳家的合作已经谈成了，我答应给你的1000万奖金，给你。谢谢顾总，我这直接实现财务自由了呀。另外，我再给你涨双倍工资，这样是不是就能安心留在顾氏集团了？顾总，我发誓，我以后生是顾氏集团的人，死是顾氏集团的鬼。那今天看你这么开心，咱们俩是不是应该庆祝一下？好呀，顾总，我们去吃饭吧。你吃什么？我请客。那这样，让你给我做顿饭吃怎么样？啊？怎么了？你不愿意啊？愿意，当然愿意。看来我要使出压箱底的本事啦！谢伟，你这饭做的有模有样啊！那当然啦，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我上初中的时候就会自己做饭。也是，毕竟啊，在大学的餐厅打工打了2年，学的也不少。你怎么知道的？你不会真以为我会把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安排在我身边这么久吧？啊？其实，在你入职的第2天，所有的资料就已经出现在我的办公桌上了。那也太没有隐私了吧！我岂不是一点秘密都没有？怎么，你还想隐藏什么秘密？比如有喜欢的人？他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
你别忘了，真话系统你也别说了。为什么不能问？说说嘛。谁呀？是你。对不起，顾总，我知道喜欢老板很尴尬，但他确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高富帅，我很难不动心啊。没关系，喜欢就喜欢嘛。我对我自己的魅力还是了解那么一点点。啊？我说。这个狮子头啊，口感丰富，鲜嫩多汁儿，还有这个蟹黄豆腐也特别好吃。这家伙脸皮怎么这么厚啊？你愣着干什么呀？快吃啊！虽然情场失意，但至少我的钱是赚到位了。今天我要买房，买好几套，一套自己住，剩下的租出去，当个快乐的包租婆。嘿嘿，你去，我不去。穿的这么普通，一看就是个打工的，估计连咱这一个厕所都买不起。就是。你们好，请问可以给我介绍一下你们的房子吗？这位顾客，我们雅苑和庭的房子，最小的户型也要好几百万一套。你要不要掂量自己的钱包，看看能不能买得起再进屋？这就是你们对待顾客的态度吗？就你这模样，配当我们的顾客？能买得起房子的才叫客人，买不起的只能叫路人。就是跟路人多说一句话，不嫌浪费时间。你们，我要投诉你们！发生什么事了？这位客人，我是这儿的经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经理，我是来买房子的。你们这儿的销售狗眼看人低，说我买不起你们的房子，还说多跟我说一句话都浪费时间。是不想在这干了吗？快给客人道歉。对不起，对不起。你去给客人倒杯水来。客人，消消气，我来介绍我们的楼盘。死穷鬼，喝死你！给你。你干什么，死穷鬼！快叫保安！保安！这里有人惹是生非！保安！客人，这是干什么？虽说我的员工有些失礼，但你也不能这样说。他刚刚往我的水杯里吐口水了。什么？你胡说！你有证据吗？我刚刚明明都跟你道歉了，你为什么还要污蔑我？证据？这附近也没摄像头啊。真话系统，你有没有什么办法？那个大叔的手机里就有证据。你又在胡说什么啊？他手机里有什么？你怎么知道？那个大叔是个制服控，最喜欢偷拍穿制服的女人。他一共拍了5张照片，其中有1张就是你往水杯里吐口水的照片。什么？放开我！放开！我可是你们的顾客，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发生什么事了？我刚看他手机里真的有偷拍我们的照片。怎么可能？这位先生一身名牌，怎么看都不像是会干出偷拍这种事的猥琐男啊！你不会是被他收买了吧？
我说的是真的，不信你看看手机。手机是我的隐私，谁都不许看。小姐，我告你们！经理，让保安把他的手机交出来。这种偷窥狂绝对不能放过，出了什么事情我负责。保安，搜出这位先生的手机。你们干什么？我告你们！他果然是变态偷拍狂。陈山，这手机里真有你往水杯里吐口水的照片。现在证据确凿，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这位小姐，对不起，请原谅我的无礼，我知道错了。你不是知道错了，你是怕这件事情一旦被捅出去，你在服务行业就被封杀了。经理，现在市场环境不好，你不要开除我好不好？你去收拾，走吧。完了，一切都完了。小姐，刚才都有失礼，真是对不起。多亏了您，偷拍狂才能被抓到。下面由我来给你介绍我们楼盘吧，好吧？照顾好客人，我给他带到警局调查，你别再出什么岔子了。再走。哟，这不是被我们公司开除了那个月薪5000的夏新薇吗？你也来看房啊？恭喜你啊，王宁，地下恋转地上了，靠爬床爬上总监夫人的位置，真有你呢。哎，宝贝儿，别跟这种疯子一般见识。你不是喜欢这栋楼王的房子吗？老公给你买啊！哇，莹莹，总监对你可真好，出手就是楼王。听说这楼王至少得10万吧？谢谢，亲爱的夏新薇。我已经看好要买的房子了，你看好了吗？哦，不过就算你看好了，恐怕也没钱买吧。我本来是选好了要买这里的楼王的，可是你们这群低素质的人也要入住楼王，那我想想还是算了，免得拉低我的素质。我就要天轩阁顶楼的这3套复式吧。什么？3套？夏新薇，你是被开除受刺激疯了吗？你以为这里是菜市场啊？开口就是3套复式，你有财富吗？我当屁股穷酸味，我都不信你能有几个钱。我看啊，你是打肿脸充胖子。这3套房子最起码得几千万吧？你这月薪5000的底层牛马，银行都不敢贷款给你这么多钱啊！谁说我要贷款？我要全款拿现。哎，他真是疯了！夏新薇，你要是能全款拿下这3套房，我跪下给你道歉。那我就自扇巴掌大喊有眼无珠。那我就倒立吃屎。亲爱的，我陪你。好啊，那你们记好了刚刚说的话，光说不做哦。我就要刚刚看上的那3套天轩阁的复式。这3套房总价1500万，你确定要签合同？确定。夏新薇，事已至此，你还在这装呢？你还真是个 low 货！哎呦，你不会真以为拿一张破卡就能刷出来1500万吧？有好戏看喽！已成功支付1500万元。怎么可能？是，恭喜业主喜提3套新房。好啦，现在你可以开始下跪磕头了，你也可以开始自扇巴掌大喊有眼无珠了。你可以开始你们的表演了。
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被公司开除了，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买房啊？是啊，我之前是因为揭穿你们这对狗男女的权色交易被公司开除，可那又怎么样？难道世界上只有你们一家公司吗？不对，夏新薇之前不是一直在找工作吗？我听说5000的岗位都没有人用他。哦，我知道了，他一定是找了一个有钱的老人被包养了。夏新薇，你为了钱什么都能干得出来，你还真是恶心呐！啊！那个女孩为了钱出卖身体，真不要脸啊！他爹妈是怎么教他的呀？连礼义廉耻都不要了。我买房子的时候，你们说我没钱，我买了房子，你们还造我黄谣，你们怎么这么贱啊？我告诉你们，我买房子的钱都是合法劳动所得，清清白白。劳动所得？什么劳动啊？床上劳动吗？像这种为了钱出卖身体的女人，人人得而诛之啊！对呀，打死这个不要脸的贱人！王宁，你怎么有脸说这话？你当上组长的位置，不就是可爬上总监的床？我闭嘴！你居然敢打我！保安呢？快把他们抓起来！保安送偷拍狂去警局了，经理也不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呀。要不你先去躲一躲吧。爷，他们人多势众，跟他们硬碰硬可没好处。夏新薇，给我站住！堂妹，你拜托我的事情办成了。谢了，堂哥。等会儿呢，我就把1000万直接打到你的账上。你呢，可千万别忘了把夏新薇受辱的视频发给我，我要给她发到网上去，让所有人啊都看到她狼狈的样子，让她一辈子都抬不起来。夏新薇，开门！夏新薇，把门给我开开！再不开门，我们就把门给吹烂了。看看所有人都死成什么谣言，不会再有人来报。我去把门开开。现在报警，警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来。侯思叶，公司一定会来救我。开门！喂，顾思叶，我现在被困在雅苑和你的杂物间了，他们不仅要造谣，还要打我。什么？你把门锁好，千万别出声。10分钟，我马上到。也不知道这扇门能不能顺得动。夏新薇，你无处可逃了。住手！你们是谁呀？为什么要抓我们？起来。什么情况？那不是顾氏集团的太子爷顾思业吗？我的天呀，他怎么会在这儿？难道他就是那个金主？嘘，小声点儿。这女的能够攀上顾少，也算是她命好。什么命好？不就是个捞女吗？有人信？你们胡说八道些什么呢？夏小姐她是我的特别助理。
薇被公司开除之后，进了顾氏。夏小姐买房的钱是我们顾氏集团给她的项目奖金，区区1500万，我们顾氏集团还是拿得起。至于你们这些散布不实言论的人，我们顾氏集团的法务部会跟你们聊一聊。奖金？这么多奖金，我的天哪，这是签了多大的单子啊！顾氏集团的福利待遇是出了名的好，我听说中秋节他们都给发了几万块，这么多的奖金肯定是真的。刚刚造黄谣的人真是坏。哎，他们想跑，别让他们跑了。顾总，我们帮你们抓人。最讨厌这种乱造黄谣的人了。脸上的伤是他们谁打的？啊？顾总怎么知道我挨了巴掌？难道我脸上有巴掌印吗？就是他。打回去。啊？打？他打你，你不敢打回去啊？你要是连这点魄力都没有，还怎么给我当助理啊？夏新伟，你敢！这一巴掌还给你，这一巴掌还给你。夏新伟，我杀了你！把他们送去警局。是。好了，走。顾总，这次真的谢谢你啊！我的人被一群乌合之众堵在了杂物间，这要是传出去，顾四爷的脸往哪儿放？不过我记得前几天某人还很勇敢地跟我说喜欢我，怎么对自己喜欢的人还有顾总啊？四爷，这还差不多。不过看在你今天受到惊吓的份上，我就不给你记下了。不过我得惩罚你。啊，还要受惩罚啊？就罚你给我做顿饭。好。周思怡、赵小慧、王宁、冯有德这4个人呢，就是从你之前的公司滚蛋的。他们不止被开除了，还因为诽谤罪受到法院的传票。我的人那不能白白受了委屈，违法犯罪就必须要付出代价。虽然只判了3年，但是有了案底。他们这辈子呀，也就那样了。3年？我在那家公司不多不少，正好待了3年。这3年里，我受过排挤，背过黑锅，咽下无数的委屈。这个3年是巧合还是他故意为之啊？算了，这些都不重要。谢谢你啊，顾思妍。他们之所以这么嚣张，其实也有我一部分。他们背后的人其实是冯家辉，是冯家辉让他们羞辱你的，只是因为你提供了他给我下药的证据。原来是这样，难怪他们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对你做出那样的事情。不过你别担心，顾氏集团已经停止了跟冯家的合作，并且全行业封杀了冯家。冯家现在自顾不暇，以后没机会再来找你麻烦了。谢伟，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很爽？废话，当然爽了，不用装模作样，让你天天看到你这张帅脸。靠北啦！
死嘴，你又瞎说什么大实话呢？原来喜欢我这张脸呀？是又怎么样？那我呢？喜欢吗？喜欢。爱吗？爱。死嘴，你要不要答应的这么干脆啊？好吧，那就看在你这么诚实、这么爱我的份上，我就勉为其难的让你做我女朋友吧。什么叫勉为其难呀？怎么，你还不乐意了？那正好，反正我也省。谁说我不乐意？好吧，看在他长得帅，还这么会给我出气的份上，这恋爱谈就谈吧。思燕，思燕呢？该不会昨天晚上都是做的一场梦而已吧？你睡醒了？我刚买完早餐回来。还好，不是在做梦。来，吃点。我真的成了顾思叶的女朋友，这次不是演戏，更不是做梦。感应到宿主已事业爱情双丰收，真话系统任务达成，正式解绑。解绑后，宿主的嘴不再会自动说出真话。啊！真话系统解绑了，也就是说，我以后不用被迫说真话得罪人啦，那岂不是美滋滋？目前研发的完全可重复使用航天技术，是降低太空探索成本和提高生产任务的关键。2025年。技术实验完成首条3公里试验线路，设备完了，载重没了真话系统，我还怎么回答问题啊？不要问我问题，不要问我问题。谢伟，你觉得这个投资有没有价值？我夏助理今天是怎么了？平时不都有问必回的吗？今天怎么支支吾吾的？难道他回答不出来？谢伟，是不是不舒服？如果思叶知道我是个没了真话系统就会一无是处的草包，会不会不再喜欢我，要跟我分手？不行，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谢伟，顾总，我没事。我认为应该暂缓这个项目的投资。这个技术虽然听起来很前沿，但是风险远大于收益。第一，他说完成首条3公里实验建设，可是其中失败了多少次，我们不得而知。最后，市场占比刚刚达到 25%， 那么剩下的 75% 就是未知数。顾总，以上就是我的个人建议。好，那我认可新薇的建议，咱们先暂缓这个项目的投资，毕竟现在入局风险确实大，等咱们技术成熟以后再入局。刚刚我好像不靠真话系统回答了一个很专业的问题耶，难道说我之前做的一切起作用啦？
因为我过去的知识水平无法理解真话系统在工作上的很多回答，所以每天下班后我都会在努力学习，研究那些内容。久而久之，真话系统回答的问题我就都能听懂了。太好了！所以说我现在靠自己就能胜任这份工作了。哎呀，这男主求娶女主的排场可真气派！哎呀，等我儿子谈恋爱，我也要准备这么多聘礼去求娶儿媳妇儿。真可惜，我那不争气的儿子这么大年龄了，还没谈过女朋友。妈，弟弟那边有情况了。什么情况啊？又谈好了一个大单，还是又被合作商给坑了？不是，是弟弟呀，好像谈恋爱了。什么？哎，这榆木疙瘩脑子终于开窍了，我要有儿媳妇了！哎，快告诉我，是哪家的千金？我要准备聘礼呀，去求娶儿媳妇儿。那就不知道了，但肯定有情况。今早啊，我去公寓找他，结果发现他夜不归宿。除了出差，他可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儿。那你问了夜宵跟黑豹了吗？问了，都不肯说。但是没否认，就代表默认了。看来该我出马了。好吃吗？好吃，我女朋友做的饭，当然好吃。不过，谢伟，你为什么不愿意公开咱们俩情侣的身份？非要每天鬼鬼祟祟的在办公室里面，你就这么害怕别人讨论咱们俩？因为我们两个人的身份太悬殊了。你是堂堂金圈太子爷，之前相亲的都是豪门的富家千金小姐，我就是个小助理。哇，那些豪门世家千金，我可没看上，我就看上你这个小助理了。那你是怕我妈反对咱们俩？没有，我们还没有到谈婚论嫁的那一步，我才不怕顾伯母。谢文，我发现你最近不对劲。有吗？你学会说话了。我发现你最近不对劲。有吗？你学会说话了。其实我之前……好了，这个事都上了，你要不想解释的话，就不用解释。你之前确实是太诚实了，这样容易吃亏。偶尔口是心非一下，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自己。谢谢你啊，思夜。高手不错。你们俩让开，我找我儿子有事儿呢。总裁现在不方便，夫人，您还是先回去吧。哎呀，我的肚子好痛啊！不行，停！是你？夫人好，顾小姐好。弟弟，
你跟小夏这是又在演戏啊？妈，姐，我这次不是在演戏，我是认真的。我跟欣薇在谈恋爱，她是我女朋友。小叶，你可想清楚了，你是顾家的接班人，而他就是普通人家出生的小助理。妈，我想得很清楚，我不在乎这些。好，好，好。妈，怎么？你以为我要打他？小莹，我这恶婆婆演得怎么样？啊，惟妙惟肖。演戏？把我的聘礼送进来。这些你喜欢吗？这个呀是山顶别墅的房产证，2趟了。这个呀是富拉斯红宝石项链，这个是东海极品夜明珠，还有这些，你喜欢吗？顾夫人，我和思叶还没有到这一步呢，我们……你叫我顾夫人，你得跟小叶一样叫我妈。妈，在下聘礼之前，你好歹让我求个婚呢。欣薇，我本来想找个更浪漫的地方给你求婚的，都怪我妈，把原来的计划全部打乱。欣薇，你愿意嫁给我？你愿意嫁给我？什么时候买的呀？咱们俩确定关系的第2天，我就已经来了。从我开始洗澡，有这个酒，我一定要去。原来你这么早就开始喜欢我了。好吧，看在你既然这么早就喜欢我的份上，那我就勉为其难的答应你啦。这小东西还挺记仇。欣薇，以后你可是我顾思叶的太太了。你也是我夏欣薇的先生了。